你知道早在150年前的清治時期，就有一條中部橫貫道路嗎？當時推行開山撫番的政策，開闢了北中南3條通往東部的道路，試圖征服原住民，並且將全島實質掌控。今天我閱讀了幾份近年來的探勘報告，還有《台灣的古道》這本書，一起尋找這項政策下最重要的中路八通關古道，深入當年被視為化外之地的番界之外，看看漢人在這裡留下什麼痕跡。嘿，我是圓圓，現在又是清晨的時候。我今天呢要繼續完成八通關古道。那麼我現在人在集集這邊呢，有一個一直以來被人認為是跟八通關古道有關係的一個古蹟，就是這一顆樺棘蠻墨石節。在集集鎮這條不知名的農路之中，隱藏着一個國定古蹟。別小看這條農路，它的前身是清治時期集集通往水里的主要通道，同時它也是清代新中橫，被稱為關門古道的起點處。它上面寫着樺棘蠻墨，然後在它的旁邊這裡還有寫大清光緒13年。首任台灣巡撫劉銘傳上任後，加大開山撫番的力道，所以決定再開闢一條新的橫貫道路，通過關門山抵達水尾，也就是現在的花蓮瑞穗。道路開通後，雲林福墾局委員陳世烈在這條集集水尾道路起點處留下樺棘蠻墨4個字。八通關古道還有它的附屬設施被指定為國定古蹟，這一塊石節也名列其中。但事實上，它們之間並沒有直接的關聯。不過，它們都是開山撫番政策推動時期的直接證據。好了，我們一開始先看完這個一直以來很多人都認為跟八通關古道有關係的石節以後呢，接着我們就正式前往八通關古道路線咯。清代八通關古道西段被番界分為2段，這次我將進入番界之外，也就是原住民的領域，一起來看看還有什麼遺跡存在。不過在這之前，先來看看中路古道最重要的一條支線，來看看這個水里這一帶最早開發，曾經是重要交通樞紐的水里鄉永新村，還有沒有古道的痕跡？好，現在我身後這一條河呢是濁水溪哦，對面有一個叫做永新村的地方。當時那個地方叫做牛溫路，那是它的舊地名。當時是清代八通關古道的一個支線的起點處啊。清代中路開工的60幾年前，墾戶林鵬就來這裡開墾。當時這裡是鄒族的傳統領域，因為漢人入侵發生許多的原漢衝突，林鵬也因為原住民出草而過世。當地人在這裡建造了開基池來祭拜他。在當時，這裡就是濁水溪漢人聚落的最前線。好了，我現在人已經在永新村裡面了。在我的後面這邊有一棵300多年的神木，它其實是樟樹哦。在這棵大神木的旁邊呢，還有一間土地公廟。這邊就是清代八通關古道支線哦，牛溫路支線的起點，就是從這個地方開始。我在書上有看到這一座土地公廟的旁邊有一個清朝時期的石碑，這個就是清朝時期的那個石碑啊。上面呢應該是捐獻的芳名錄哦。這一棵神木超大的，天哪，超壯觀的，300多年哦，它可以說是這個地方啊唯一見證八通關古道從興建到衰落的唯一的生命，就是它了。吳光亮開闢中路，越過鳳凰山後，抵達曾有蘭溪旁的毛埔地區，開始沿着左岸往水里的方向開闢牛溫路支線。因為這條支線不用翻山越嶺，成為中路的主要通道，牛車隊伍絡繹不絕，牛溫路也因此而得名。一直到台21線的路廊開闢之前，這裡都是進入山區的必經之路。現在的永新國小就是牛溫路營盤的舊址。古道從永新國小旁的小路通往前面那座山的頂線之上，路廊大多數已經被公路取代，或是被天災摧毀。不過在山上還能找到一間跟這條清代八通關支線有關的廟。我現在從下面的永新村，也就是牛溫路這邊上來，這一條路叫做平林林道。然後在我的身後呢，這個地方啊叫做永隆宮，它是12固軍祠。這個12固軍祠跟八通關古道有關係哦。當時吳光亮另外找來工人開闢這條牛溫路支線，後來不幸遇到風災，山洪爆發，其中有12位工人不幸遇難，當地人幫他們建廟祭祀。原本只是一間簡單的小廟，1983年的時候重建到現在的規模，在這間廟的平台上擁有極為驚人的視野，可以直接看到牛溫路支線的終點毛埔地區。另外，這裡還有一間很特別的福德廟，裡面一次祭拜了3位土地公。
不知道為什麼這間土地公廟裡面會有3個土地公的神像。這邊有重建的芳名錄，來看看有沒有重建的年份，應該會寫在最後。1983年的時候重建的，當時的八通關古道支線牛溫路支線呢，就是在這一間廟的下面一點點。下面這邊有竹林，從竹林中間穿過去。不過現在應該是不太可能進去了。啊，我後面是12顧鈞祠的牌樓，然後在它的牌樓上來這邊有一個很小的林道。在書上面說啊，這個林道裡面有那時候牛溫路支線的一小部分的遺跡，可是那個書距現在已經快30年了，現在不太確定到底還看不看得到。總之呢，我們走進去看一看。書上面沒有寫說有多深入裡面，所以我只能一直往前走看看。哇，前面的路況越來越差了，好像是在前面有一個岔路的地方。哎呦，他說是在岔路的地方，前面確實有一個岔路，這個是嗎？看一下，不確定是不是，因為都是竹子的樹葉蓋了非常厚的一層，不過沒有看到石頭，我們再往裡面去看一下。哇，前面越來越困難了，前面這個看起來難度太高了啦，這邊難度太高了。好，我們去下一個地點好了。清朝時期的古道要找真的是太困難了。書上說的古道痕跡並沒有指出具體的位置，只有說從廟旁邊的林道進去不久遇到岔路就可以看到，但實在是太困難了啊。清代八通關古道沿着陳有蘭溪往上游開闢，但是這條溪流沿岸的崩塌情況非常的嚴重，尤其是古道所行經的左岸，直到今日仍然沒有貫通順暢的道路，我只能沿着右岸的台21線繼續推進。從這裡開始就跨過藩界，正式進入原住民的領域。接着，讓我們一起回到古道的主線上，繼續尋找這條古道曾經存在的痕跡吧。我現在來到了南投縣的信義鄉愛國村，沒錯，這裡就是琉璃光橋。我要來尋找就這個吳光亮將軍紀念碑。這個紀念碑它其實是一個木偶，這邊有一個平賴琉璃光之橋的牌子，當時也是讓人家可以走這裡啊。不過現在步道變成這樣，奇怪了。沒路了耶，為什麼？理論上那邊應該是有路可以到，因為那裡有一間廟，廟的話應該還是會有人去拜拜。這個讓我感受到有點熟悉又有點陌生的平賴琉璃光橋園區。那座廢棄的玻璃吊橋的前身應該和中路古道沒有關聯，因為它的方向不對。但是在這個廢棄的園區步道之中，隱藏着一座古老的墳墓，它就和這條清代八通關古道非常的有關係。不過目前步道已經荒廢無法行走，還好我用空拍機找到一條車道可以進去。還好我是開車進來，不然前面那戶人家2隻狗哦一直叫。還好我不是走進來，不然好恐怖哦！開車無敵啊！前面是拜拜的地方，然後古墓是在這裡，上面已經看不太清楚了。這裡就是吳光亮部下軍事之墓。當時吳光亮帶兵開闢中路，越過鳳凰山，抵達這裡，在這裡設立了一個大規模的營盤，作為進入藩界外的第一站。營盤的舊址就是現在的公路局信義公務段。當時因為開路不幸過世的將士們就埋葬在這裡。這塊墓碑的字跡已經非常的不清楚，正文寫的是吳正台先生部下軍事之家臣。有趣的是，立碑的年份竟然是昭和辛末，也就是1931年。其實当時只是隨意埋葬，有點像是亂葬崗。傳說是日治時期，在晚上常常會聽到一些磨兵器的聲音，還有一些怪事發生。後來當地人合力整理這塊墓地，設立了這座墳墓，怪事就不再發生了。墓碑的旁邊有一個圓形的建築物，裡面放的就是當時挖到的陪葬品。下一集我將繼續往前，沿着古道的路線尋找藏在原住民領域的漢人信仰，以及大清試圖漢化原住民但卻失敗的番學堂遺址。讓我們繼續探索這條消失的清代八通關古道。當時的平賴琉璃光橋，這裡是一個景點呢。這是平賴琉璃光橋的景點1，
百姓宮吳光亮紀念碑。